你那个新能源销售模式方案我看过了。哦，那您觉得怎么样？消费环境、消费观念都在变呢。国家政策的规范、地方保护壁垒的破除，哪样不得创新呢？是吧？这没错。是啊，现在很多互联网背景的这个造车新势力啊，就对于整个汽车销售的新的模式进行了很多的探索跟尝试。其实针对于新能源车来说，它会是个趋势，但是针对于怎么销售新能源汽车，很多玩家都有不同的理解啊。但我觉得最关键的，就像我报告里边写的那样，还是一个用户的匹配度。那个东晓之前跟你有过节啊？没什么呀。那我怎么觉得他对你们部门这个评估格外的认真，格外的严格啊？他没聊天的时候没跟你说起过我吗？哦，那倒没有，他跟我也就是叙叙旧吧。这次董事会大欢喜，咱们华南销售总部是最大的盈利公司，这不是谁说动就能动得了的啊！创新呢，当然不错了，可谁也没说创新就必须得把以前的积累全部打碎，那破釜沉舟不是傻蛋吗？我琢磨啊，新旧两种销售模式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啊并驾齐驱，说不清楚哪个强呢。至于到底是为了创新，还是眼馋咱们华南这块肥肉，你得多个心眼了。我不想跟他们争了，我还有几年啊。我是怕我要是退了，那整个管理层恐怕就剩不下几个人了。尤其像你当年跟着我从大学出来，啊，一起开辟了整个华南市场，这里一切一点一滴都是咱们拼出来的、打出来的。如果因为我，哎呀，要是那样，我心里边就过意不去了。不是，老师，你也不用太悲观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您可以把我这份汽车销售模式的方案呢递给董事会。我觉得以您的经验、您的资历，再加上这个新的销售模式，我觉得董事会能看得懂，不会不重视的。哎，你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。咱们市啊，今年新能源公交的招标马上要开始了，你必须给我拿下来。至于总公司评估，只要那个董晓不出幺蛾子，压力我顶着，放心。边总好，来。进。一会儿下班能约你出去一趟吗？我现在晚上不吃饭，我减肥。啊，不吃饭。我还真想起来了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老游乐场？好多年前就说要翻新一个摩天轮，你闹着一定要去来着。
你好，请到后面去排队。不要拥挤，排好队啊！大爷，您不能从这儿进，麻烦你到后面排好队啊！不是我这有老年乘车证。嗨，大爷，咱们这儿不是公交地铁。那我这有通用票啊。大爷，您这是游乐场入场券，我们这儿摩天轮啊是需要单独买票的。这姑娘，你这是，好。我去过全世界很多的摩天轮，最大的在拉斯维加斯，167.6米；第二大在新加坡，第三大在中国的南昌，第四大是英国的伦敦眼，135米。站在摩天轮上往下看，站得高看得远，视野开阔。在下面觉得很大的东西，在上面看，是那么的渺小，好像一切都不再重要了。可是人总是要从摩天轮上走下来的，下来以后，你知道什么感觉吗？失落，不甘。你还是要面对冷冰冰的现实，有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。我的人生回不来了。你看，说着又回来了。那怎么着？我这儿给你跳下去，一了百了，算我还了，行吗？嘿，我拦都不拦是吧？啊，好歹也是条人命啊，我跳下去没事儿，真的。哎，我当跳下去了。你回头想想，我这前半辈子已经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了，我这后边再给你添这么多堵，那我还是人吗？啊？你再者说了，你说人家摩天轮，啊，人家招谁惹谁了？就因为咱俩这事儿，我这一跳，那得给人添多少麻烦？是不是啊？你这话里有话呀，你是在说我和公司的事儿是吧？边亮，你现在真会聊天。嗨，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。哎，不过玩笑归玩笑，你说那事儿我真回去琢磨了。就孩子这事儿，虽然我现在这也是一地鸡毛，每天面对着孩子，不是抗争就是叛逆，可我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毕竟我有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！东晓，哪儿？
你以后如果想要孩子或领养什么的，你就用这钱。这事儿怨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。我来看看咱们这孩子在你这儿值多少钱。嘿，你瞧你这嘴，这是钱的事儿吗？我只是想我主要是我这结构，我也没法再给你弄出个孩子来呀。那我就当这是你给我的第一封，也是最后一封情书吧。让一下！哎，老先生不要乱动，你还受伤着了，乱动啥了？我再拍一，哎呦哎！让一下！哎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有伤在身了，慢点。我拍一个，不要乱动。为什么说啊，这海南是最好的呀？别的地方没法比。首先自贸区对吧？国家还给这么多好政策，而且我在这干了这么多年，我深有体会啊，前途无量。是，海南现在确实是火。哎，我也在这琢磨。哎，你答应我那事儿，你可别忘了啊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事儿了？别给我装我。逗你的老边，咱们多年了，老同学了，我这牛里我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？副总的位置给你留着呢，你赶紧来吧。哎，你看你在赫拉，你有业绩，你有能力，在行业里有人脉有资源，我巴不得你赶紧来，咱们手拉手是吧？一块干点大的。哎，这个对我来说，它不是个小决定，你知道吧？全家都搬过去。我说实话，咱确实得务实点，我得想清楚，包括薪资啊、条件啊、住房啊。哎，行了，个人待遇问题你就放心吧，肯定比你在赫拉强好多倍啊。最主要是孩子，你知道吧？小芳她学习不好，说马上考高中嘛。我觉得孩子上学这事儿吧，就更不是问题了。你看啊，海南，他中考分数线本来就不高吧？你让小芳努力，你们好好给辅导辅导，这考个重点高中，这肯定没问题啊！你就放心吧。行吧，那我回去跟家里边商量一下。还商量？你可到时候别给我丢空里边去啊！你可抓紧吧，我这副总的位子不能一直空着呀！啊，大哥，也就是你。海南，为什么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不是，这书你好好读读，自由贸易港啊，这是个国家定的一个方针，一个政策。哎，这是一个大的利好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机会咱们得抓住。你不是觉得李曼在海边那房子好吗？我说那到了这全都是海边，真的。你想，咱要在那儿有一个房子啊，那叫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那面对的可不是这钢筋水泥啊，那可是波光粼粼。你想想，早上起来那都听着哗哗哗的浪涛声，那给你叫起来的。咱们要去海南玩啊？美不美？美啊！
变亮，你是不是被廖老师开除了？不是，嗨，你这想哪儿去了？我真的是从咱们家实际情况出发的。我觉得呀，就趁着咱们现在能折腾得动，让我们整体再上一个台阶，是不是？我到我同学那儿去，你看，无论从福利、待遇、住房等等这一切，都比现在好很多。让咱们这折腾一阵子，为谁？不就为这小混蛋吗？去了那儿，那中考分也没这儿这么高，你压力也不用那么大。要搬过去啊？对呀，全家去海南，我妈怎么办？你爸呢？这户口怎么办啊？社保，孩子的学籍能转得过去吗？我看你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。嗨，这不，咱就先说商量这事儿。反正我也不同意，我是家庭的一份子，这事儿从我这就通不过，要不然你自己办，我搬去跟我爷爷住。嘿。不是，先别着急拒绝嘛，琢磨琢磨，是不是？心疼啊，其实爸妈可以接到海南去啊。对于养老来说，其实海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你懂不懂吗？这个方案倒是也不是不行啊，但是我觉得，你等一下，等会儿再说。边子，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有点神出鬼没的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咱们的部门要挂了吧？你每天操点你该操的心。这次市里边那个新能源的公共汽车招标你来主持，出什么问题我给你打下手。领导，我主持，你给我打下手？你别开玩笑了。瞧你那德行，不得锻炼一下？这是栽培你，知道吗？懂了，我努力啊。不是，那我们以后怎么见面呀？你不会这是最后一次给我煲汤了吧？我还没同意呢。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家那点事儿不都是边亮说了算吗？这可不是小事儿。百合呢？好像也在那儿。你等会儿啊。且不说我们在那边有没有根基，将来怎么生活，就说现在2个老人在这儿呢，怎么弄啊？那你说他为什么突然就做这个决定啊？哎，他是不是就因为那100万，觉得在这儿生活太有压力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帮我把这洗一下。我觉得呀，这次你可得坚持你的意见，扛住。怎么扛啊？边亮说的头头是道。为了小芳那边的分数线低，为了我们今后养老那边的待遇好。可是吧，我就是觉得哪儿不对。当然不对了，欣桐，你知道你问题出哪儿了吗？哪儿啊？你这人就是太善良了，太好说话，太没主心骨了。你说你好歹也是一个大学老师，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关于养老问题，
你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觉得边亮这2天有点奇怪。早上他突然跟我说，他同意不让小芳去英国留学了。晚上回来，又说要让我们举家迁徙到海南去。你说，我个人觉得啊，他应该就是心里这事儿过不去，他就觉得不能送小芳出国，他没面子。就因为没面子啊？男人还能有别的事儿吗？哎，不就是几十万吗？我借你。不，那我可不能要，你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那我又不急着用。再说了，你们家边亮不还有年薪吗？不多久就还上了。你这汤算利息。那我得给你包多少汤？我可不干。你这汤啊，对我可太有用了，我都没跟你说。余光啊，他有一个姑姑，他有失眠的问题，什么西医呀、中医啊，反正能用的办法用了一个遍都没用，就喝你这汤，我也就送了可能有个6、7次，现在整个人好多了，特神。我现在基本上就靠着你这汤在家巩固地位呢。我这么有用呢？你有大用了。那我回去跟边亮再商量商量。加油。行了，这边行了。那咱过去吃点点心，喝点茶吧。嗯。我给你倒上。哎。曼曼，你主动说要借给我钱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，不过，余光的妈妈不是把你从公司赶出来了吗？你要是为了我再跟余光开口，心里肯定会特别不舒服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不跟余光要钱。你呀，还是不了解我。我在他们公司出来之前，要了一大笔股份，现在每年分红，我都没有走跟余光有关的账户，所以这钱算我的私房钱，连夫妻共同财产都不算。你真厉害。我也是没办法。你说我们家自从我爸这厂子倒闭之后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我爸现在身体也不好，2个老人都等着我养老呢。我自己也没个孩子，我不得给自己也攒点养老钱吗？你真的不打算要孩子了？你说我怎么可能不想要？余光不要。我们俩结婚之前，他倒是跟我说过，他说他怕有了孩子，中就失宠了。但我当时就觉得，你说2口子过日子，指不定时间长了有感情了，就改变想法了呀。可是这么多年了，而且他妈也看不上我，老挑我理。我觉得，我要想在这个家生个孩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了。也好，那我现在还能保持身材，还能美容，还能有自己的自由时间，就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跟他们家那些亲戚，那些7大姑8大姨的，有时间投资做点小生意，也算是那个，别让他们把我扫地出门了。你还能赚到他们家7大姑8大姨的钱呢？怎么能算赚他们的钱呢？我们这个叫互惠互利。你可真厉害。对于新能源纯电动车的招标方案呢，我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对于我们营销部来说呢，重中之重就是提高这个销售额。那怎么提高销售额呢？主要就是要宣传，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尤其是我们 4S 门店的宣传力度，包括要拓展那些客户的关系。我们之前呢有过分组啊。边亮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你爸都不行了，也不见你个人影儿。啊？
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啊。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想想我怎么来了？你可真让人省心。人李妈给我打电话，哎，我都不敢相信你。你是不是要当逃兵啊？什么逃兵？海南。这小芳这孩子，我那都有一搭没一搭的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。这，咱们是本分人家，你不能昧着良心干那个伤人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哪，这话都出来了，你这都哪跟哪儿啊？你别操心别人了，你先操心自己吧。你可真行，我的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跟小朋友打架了，爬墙了，上高了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胡说八道！我就是上了个楼，没留神，从楼上就掉下来了。大夫刚才说没事儿，可以回家。瞧，这老头还不说实话呢。刚才那120的大夫都说了，昨天下午他在那个游乐场玩那个什么大轮子，他爬那个栏杆，从栏杆上摔下来的。哎呦，您多大年纪了啊？游乐场？你去游乐场了？那栏杆那围那一大群人，说什么骨折了？和那120是过来接您的呀，那是。哎呦喂，别亮，这老头啊，你可真得管管。这是你爹呀，你不能把他一个人搁家里，没人管。万一在家里摔了，这没人知道，这死了臭了都没人知道的。李大妈，你呀！我会不会说话啊？我不说。来，这是他的片子，我走了。行。哎，边亮，你好好管好这老头啊，我不管闲事儿，你管好他，管好他。谢谢您，赶紧忙去吧。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？对。看看这个，好好看看。这什么这乱七八糟的？你说什么呀？这焦点也模糊的，这什么都看不清楚，你这。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来，慢点啊。哎呦喂！爸，你这脖子怎么了？大团圆呐，啊！哟，妈，家里的事你是不是跟老太太说了？我自己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我怎么会跟她说呀？但是杨老爷子说，这执意非要回来。啊？说人养老院的人执意说他非要回来。是吗？他们没给我打电话呀？给我打了，我这不在那忙老爷子的事儿吗？人是说老太太非常强势，拿着那个民法法典里边的那个条文，一条给他们念。什么？然后吓得人老头都实在没办法。什么一条什么？把人给吓坏了，人再送回来的。奇怪了，是小芳？小芳跟他说？我问了，小芳说没说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是不是因为家里钱被骗了，小芳出不了国，你觉得丢人？什么？是不是因为钱被骗了？什么钱被骗了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就是想换个环境，都说了几遍了。他说我家里有钱了，小芳能出国呢？哪儿来钱？反正我也想明白了，小芳迟早是要离开这个家的。人钟钟一个人在英国不是挺好的吗？就当小芳是去陪钟钟了，我呢留下来，咱们正常过日子。你去问问李曼借钱了？哎呀，跟谁借钱有什么关系啊？只要你不丢人就行呗。怎么还不丢人？我跟这个钱我可不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欠。
了吧？我吃饱了撑的。哎呦，你呢就觉得你儿子的财政大权交到我女儿手里不放心，干脆就住了进来。我可要告诉你啊，我女儿被人骗了100万，不是她一个人的责任。按说责任，2人各打50大板。等会儿，等什么等？多少？100万！哎呦，爸，怎么了？爸，你，吓死我了！你不是神经病吗？心脏不疼，吓死我了！100万！别！哎呀，别说了！坏了！哎呦，别！爸！哎呦，你可别疯了，简直是！不是你可想开点！我跟你说，这100万，也就我小时候那2万块钱。2万块！说的轻巧，你看这100万变成2万。当初你妈活着的时候要有这2万块钱，她就能动手术啊，她就真能活到你结婚呐，你知道吗？别想了，让人骗了100万呢！这都是我的责任。行，你别大包大揽啊，这个事儿。你们俩都有责任啊！哦，对，我的责任，我的责任。不是，你们也别着急，这个还没完呢。这个，因为我们已经报了国际刑警组织了，啊，人英国那方面很重视，这属于是国际诈骗，是吧？人说这个火速破案，那有可能那钱找回来了。不用安慰我，啊，咱们老话说得好啊。吃一堑长一智啊，钱这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平时都说老年人，要提高警惕，防止上当受骗。我看你们年轻人更应该提高警惕了。平常没事多看看新闻，也下载一下那个国家推荐的那个什么防诈骗的 APP 呀。对，是不是啊？我跟你们说，骗子的手法是不断翻新的，防不胜防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啰嗦了 ，APP 的，你现在说的轻巧，你不心疼啊？你们俩心里都不疼吗？这100万啊！好了，你别说了，火上浇油。我不心疼，被诈骗的又不是我的钱，他们丢的钱，他们就得承受。是，你还承受呢？承受的你都猪叫了。哎呦，你少说两句。别说这个啊！哎，我现在要跟你说一个事儿，我估计你得蹦起来也，你信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全家要逃离这个城市，搬到海南岛去。真的？还没有决定呢。你，海南。哎呦，我要晕船了呀！这不能赖我，他让我说的啊！你瞧，你看这个真行，太脆弱了，这经不住风了。爷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快回去吧。不回去，家里边有我不想见的人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大孙子？叹什么气啊？爷，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去住啊？你看你多自由，多洒脱。爷爷是很乐意啊，可是你老子不乐意啊，他怕我把你给带坏了。哎呀，生活不容易啊，想干啥都不行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爷爷是把世间的那个艰难全都尝遍了，才换来了自由，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，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。世界上的事儿啊，就是先苦后甜，
你没经过苦，你就不知道珍惜和感恩。你只有，算了，先不说，长大了你就全明白了啊。哎呦，啊，真挺晚的了，不想回家也得回家呀。走吧，走，大孙子。回家呀！来，好，您慢点，来。哎呦，好。哎呦，行，瞧这有个孙子还是不一样。走。是不是因为心疼亏了你的100万，你们才决定的？不，跟那100万没关系。不是，再说我也没怨心疼。没怨心疼，那你们事先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就那么悄不声的走了，还带上那个边老头，要遗弃我呀？啊？怎么可能呢，妈？我们也是没商量定呢，所以才没说。要走一起走啊！一起走。哎，也是啊，你说人老了一辈子住一个地方，也真是住腻歪了。嘿，老了，换一个地方生活也挺好的。你看，都说海南啊那个特别热，但是空气好啊。哎，这空气好对老人特别有帮助。对了，咱们就把这儿的房子卖了，到海南买个海景房，我疗养院都不用去了，对吧？哎，你就甭去了啊，我跟你住不到一块儿。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待着呀？我还想多活几年，多玩几年游戏呢，是吧，小芳？还玩游戏？哎呦，你多大岁数了？老不老，少不少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把孙子带坏了，人这是学习期间。我这与时俱进啊！哟，你这叫与时俱进吗？娱乐至死。你这种教育是配你看海南老人有白的吗？全是黑瓜蛋子似的。你看人在这个椰树底下一站，你都看不出是人是猴来。气沙滩对老人有帮助。我跟你说，不是你要是爸，爷爷说话是不对的。哎，爸，我是这样，哎，这事儿啊，我们这不在这商量着呢吗？就现在啊，就是还看看公司的情况呀，各方面条件，包括我去了再实际看一下具体的状况啊，到时候咱们再定，先不急啊。不急。对，就是还没定呢，妈的，你说这种人真是跟他……反正咱是不去，是不是小芳？跟爷爷吧。小芳，别听爷爷的，跟爷爷在一起你就学习不好了。你除了玩游戏啊，你那个歪脖子回房间去吧。那个谁，哎，你这样，你跟着我们去海南转学校，心疼啊！但是不能跟着爷爷在一起。你当孙子跟不行，你的孙子你就这么误导他，哎，不让他好好学习，你还跟着你说两句，跟着他打游戏要误导人的呀！你说小孩跟他在一起，功课怎么做呀？哎呦，我都耳鸣了，妈。你以为我在看这方案？没有，我在想怎么跟你说。你小子情况有点不妙。什么情况？董事会一直想打压我，这是确定了的。而你呢，又一直冲在我前面。如果真的刀光剑影，那第一个见血的就是你。所以我想啊，是不是暂时先把你换个位置？真的是要打起来，你跟他们犯不上的，啊？暂时的避其锋芒。我可以。不管这次评估针对的是谁，我要是离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那我没问题。最主要的是现在的招标正在进行中啊。我要是离开了，可目前这工作得继续下去。
我给您推荐个人吧。谁啊？朱生豪，跟了我很多年了。您之前教我的这些，我该教的也都教给他了，算是我们部门最有经验的一个了吧。那我尽量安排吧。哎，只是忙活了这么长时间，这个好不容易开花就要结果了，这个养活孩子不叫地，白费劲。只要结果好就好了。哎，对您没影响，我就放心了。另外，您也不要有心理压力。其实，最近我也一直想休息一下。不懂浪漫，却又信誓旦旦，觉得承诺不放手就是天长地久，自以为的宠爱可以让你放下担忧，你却总笑笑不开口，想护着你，成为你的依靠，不想让你受委屈，却不懂逗你笑，你传递的信号，我总是忽略感受不到，让你的笑越来越少。对不起，如此笨拙的爱你，别怀疑，你是我全部的意义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点滴全部都忘记，爱你是我最后的记忆。对不起，如此笨拙的爱你，别怀疑，你是我全部的意义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点滴全部都忘记，爱你是我最后的